这是老师从现场拍的照片，然后这个是从尸体上汲取到的一些蛆虫。经过千分尺的测量，它们的最大平均体长应该在一个16毫米左右。我们应该还在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气象站提取了一组这个温度数据。哦，是的，他们把这个数据信息已经发给我了。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计算出死者发现的前5天平均气温应该达到了一个26.2度。在该气温下，如果大头精英幼虫想发育到这种体长的话，应该需要104.8个小时，换过来的话也就4.4天。那么尸体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不短于4.4天的。从这个尸体上，我们也能看到这里可能是有一个伤口存在的，所以这里的营区聚集的比较明显。从尸体上采集到的蛆，我们应该好好保存，因为它们不会受尸体分解产物的影响。我们把它提供给警方之后，可以进一步确定凶手的身份。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赶快到现场去。老惯例。这次有一个荒野考核任务卡，但是呢，任务上面写了，请在3岔岭下车，下车后方可打开。哎呦，3岔岭，感觉这一次又是一个，感觉这个地方是个户外。那在这次荒野考核开始之前，也问一问，在经历了上一次一场特殊的体验之后，感觉如何？我是觉得那一次吧，我有点失态，尤其我看到刘朗老师一哭，我就受不了了，把不住了。但是我决定这一期我绝对不会再轻易掉眼泪。但是呢，的确伴随着这个节目的深入，案件越来越难。的确，我们会看到很多之前不曾了解到的事情吧。是的。所以就期待一下这一次在这个荒野考核当中，不知道和上一次相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同。我知道了，应该像是那种你们看没看过电影里面有那种荒野抛尸。刑侦题材一定会有在荒郊野岭突然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或无名女尸，然后周遭的因素又变得很复杂，在一个草上面发现蛛丝马迹。真的是每次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应该吹来了凉凉的风，哈哈哈！应该改个歌词啊。所以我们法医忙啊是忙，但是把一个案子做完了以后，该放松还是放松，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保持一种快乐、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那种人生的苦难。好的，好的。你如果看你今天大家还好，都穿的是长衣长裤，有的时候我跟刘老师在跟家里人正在游玩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打给我们，衣服都来不及换，就立即就上车。
特别在夏天，野外的蚊虫很多，穿的都是短裤，回来以后双下肢全被蚊虫叮咬了。法医在这个野外考察也要注意安全防护，因为在野外不可能像解剖间一样有水有电。对。好像我们到了，走吧。哎呀呀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嚯，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天哪，这真的是，这是个啥地儿啊？啥也没有啊，这。咱这是来哪儿了？咱们这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件应该会比较复杂。走吧，我们先下吧。好，走。哦，现在天气蛮好。哇塞，太阳。Hello， 雨桐，怎么啊？只有3位。哦，那个小翟已经被俊成被你藏起来了。我跟你讲，职场竞争啊，很残酷。叫厉害了，他们是瞎说的，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这个我们实习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个助理团啊，我们又再见面。今天呢，实际上带你们来呢，看一看这个野外的这种工作环境，因为室外的环境，特别野外，对我们这个法医的勘察功能。这种搜索能力是一个考验，它需要更专注。我们先来一个热身的运动。热身的。接下来我们这个呢，名字特别神奇，叫做《荒野中的鸡血寻踪》。在附近的养鸡场丢失了2只鸡，在这里发现了可疑的血迹，请大家根据现场的血迹来帮助村民寻找丢失的2只鸡分别去了哪儿，怎么丢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热身运动也好，或者后面有考核也好，我们希望把它分成2组，男生1队，女生1队。有，哎，行。可以的，那我们就男生女生就彻底分开来。好。待会儿呢，在2条线路上去搜寻，大概给的时间是3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一会儿就撒开，然后呢，你们要把这个鸡找回来。好。要把相关的物证带回来，也提了回来。好。哎，各位领东西了，领取吃饭的家伙事儿。你们到时候也是选个组长出来啊。你做组长吧。行。晴晴当组长。那我当，行，我来。朋友们，出发！我不知道范围大概是没有指定具体的范围，咱们就是找。哎嘿呀，鸡毛！照相。我们先发现呢，你不许照。我们先发现。我们先发现呢，你们别照。哪有不能照？这里好多。哦，一地鸡毛。哦，一地鸡毛拍了。这里有鸡的血。哦，这个血迹和这个血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深红的，这边是浅红的。哇，关键发现！曲姐，你看它的血迹走向，感觉是往那边跑的。往前走吧。我觉得它流血流成这样，然后这么毛掉成这样，它不像是自己跑出来的。被狐狸，可能是被什么动物叼着。女生队已经前行了。各位要注意，还有一个时间的竞赛问题啊。你先往前走，然后你叫我，然后我取证。啊，行。这里也有，而且这里还有这个轮胎，就是不知道这个先后顺序。肯定先有血的，要不它不会分布这么均匀。那乔越，这个你拍了没？这个比较重要。刚才看到那个鸡毛上面有脂肪，就这个，我感觉像是很容易得拔了下来。对，这也得拍。我们现在每一处拍是不是太慢了？特征性的拍吗？觉得我们可以加快进程。如果他现在这个鸡身受重伤的话，抢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吗？对不对？那我们走快一点吧。一会儿捉鸡的时候，你肯定不敢上手吧？你有活的吗？肯定是活的呀。没关系，我来。等。
什么？你退再退。什么？血迹是到这。就再往前找找。啊？里面还有吗？没了吗？这里就没有血迹了，就到那感觉就停了。前面就没了。所以他是把鸡怎么了呢？他会躲到这里吗？看看，而且他这个窗户还被啄了。先排除一下危险，先远观。那我来，你们先让开，我先进来。我好害怕。看到血迹了。这里没有。啊，我找着了！抱着呀，活的死的。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暴露在外头的伤口。我们现在带回去我们就赢了。哎，箱子给我踩下物证。我抓到他的时候是在这个柜子底下。好的。我想这里有没有鸡毛，取一个，这里取一个。好。取这个鸡毛，看一下是不是在我们路上沿途过来的鸡毛是一样的。好了哈，我出来了，取好了，走，那给他走吧。哦，我们好厉害呀！这里应该只有一只，走吧。谢谢，开心，出师顺利。这只小鸡挺乖的，其实，你看它在秦景手上好老实哦。对啊。你小时候在家经常抓鸡吗？我还经常宰鸡。你好勇敢啊！他们找到了吗？男生不会还在采物证吧？套塑料袋，直接带回去。这个塑料袋是不是之前就是在装着那只鸡的？不管它装的是啥，我们都可以拿回去看看这个血到底是从哪来的。对，而且上面有鸡毛，血迹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鸡呢？不会被藏在草垛里吧？扩大范围吧，看还有没有血迹或者鸡毛。什么都没有。搁哪儿？我感觉应该就在这附近差不多了，能找到啥东西？怎么办？找不到。我们是一定要找到尸体吗？或者是根据现有的所有东西，能想到它是怎么没的？它去哪儿了吗？也想不出来。我们多久了呀？老徐，你们找到了吗？找到了。你们找到了吗？我们说找到没？没有。你们已经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啊。那周雨同人呢？就是在找呢。我们想看你们找到没？我们断了，就在那断了。在哪呢？我看看。有找到什么东西吗？没有。你不要骗人。我感觉你在演我们。依林啊，交代一下在那边找到了什么东西。就鸡在那里，然后我们带走就带走了。鸡在那里啊？但只有一只啊。活的吗？活的。为什么我们就毫无进展？我们是不是得控制一下时间？他们那边既然能找到一只活鸡，我们这边怎么着也能找到一只死的。时间到了。好烦，没找到结果。你们经过阳光下的照射下面，花这么大力气，一组呢抓了一只鸡回来了，一组呢是抓了一堆鸡毛回来了，啊，是这么一个结果。整个来说，时间上把控最好的是女生组，他们有一些完成了找到这个鸡子这个问题了。然后你们这一组呢，
很仔细、很认真，最后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哪去了。当你们到那去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野狗的狗窝所在地，把它叼过去了。但问题在于，荒郊野里的狗可不止一只狗。当这个狗吃剩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狗肯定也会来吃。对，是狗。荒野的勘察也好，尸检也好，一定要快，因为你尸体放的地方会臭。然后你荒野的管理上面，可能有犯罪嫌疑人会到场，把那个物证毁掉了。然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勘察的话，一定不是单打独挑的法医干的事儿，各种警种都要出来。所以呢，这只是这个我们前面的预热。那么下面呢，我们实际上要进入我们今天正式考核的一个环节了。一会儿周老师可能是在女生团队里面，他去负责对你们进行观察、发布一些消息。我是负责男生团队的。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现场，实际上就在我们养鸡场旁边，发现一具被焚烧的无名尸体。焚烧。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任务是，要对这个无名尸体做法医鉴定。无名尸可能涉及到生源的问题，涉及到死因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下，要求是多兵种的这个合作，然后呢，我们要快速的交流情报。那么今天非常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我们刑侦的专家来了。哇，刑侦，我们有请辛瑞鹏警官。刘老师，你好，你好，欢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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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欢迎哦！老师好，来了，欢迎辛老师，欢迎。小辛老师和辛警官，他是我们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的，他是梓潼的校友，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高级职称的，也是我们这个刑侦上面的大专家。还有一个很牛的事情，他是去年的湖北省的刑侦稽查的技能大赛冠军也是五一奖章获得湖北省五一奖章获得者。太棒了！今天我们想请他来，对我们整个这个痕迹上面这个有一个把控。辛警官，我们介绍一下公安战线上面各警种之间的这种痕迹啊、侦查呀，是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公安是这样的，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之后呢，我们一般会做一些侦查工作和一些技术工作。然后技术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这块现场勘查。然后现场勘查呢，我们会做一些勘验、检查，会搜索一些现场一些痕迹物证的一些破案的一些线索。现场如果有是命案，如果有尸体的话，需要您这边这些法医专家对尸体这方面也做一些勘验检查，会综合我们侦查情况，还有我们现场勘查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会就还原这个现场，梳理一条破案的一条思路过来。法医需要你们帮忙，你们也要帮助我们法医，支持，互相支持。在做任何案件的时候，不是一个单兵种去作战的，但是它里面的信息交流，要迅速要快。那么一会儿呢是这样啊，这个出去谈的话，可能我们到时候辛警官会给你们50份这个资料。50份资料，以往不就给我们4份吗？你们一会儿到旁边去研究这些资料，花点时间，好不好？好的，领取一下吧，好吧？好，都一样的。失踪人口信息，对。你们现在主要是做痕迹，做这种东西，他们就做法医。我们整理一下现有的这些资料啊。你们相当于大侦查。大侦查。对，咱们先看一下呗。我坐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这个法医的任务，你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找到你们需要的信息，尽快的跟出去谈做一些沟通或者交流。这段时间，如果说你们觉得那地方固定拍照什么都完成了，可以把遗体转到这地方来，然后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去做进一步观察。
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比我们前期去考都难，因为荒郊野岭的话，它这个现场到底是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第三现场，都很难说，所以它的范围就很大，搜索范围很大。如果这个地方又是一个热的天气，那腐败就更快，很多证据可能灭失掉了，所以它需要你快一点做出处置。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法医的要求就很高了。大家注意一下，正常的是在一个现场里面，他们痕迹的会先进去，法医是后面再进去的。好，我们就从外围开始看，外围先拍一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啊，一定要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如果说这一块砖头是一个物证，是吧？大家首先要对物证这一块做一个盖帽的拍照，然后把我们的物证标牌是吧放到旁边，然后再去拍一张。注意一定要遵循一个是吧先静后动的原则。好，这块是比较新鲜啊，大家附近这个现场都比较陈旧嘛，我们就怀疑可能是不是被害人啊或者说嫌疑人遗留在现场。我们首先还是先拍照是吧？拍照完了之后，物证标牌放上去，然后再拍照固定。观察一下表面有没有可能遗留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物证有可能上面会遗留指纹，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提取下来。然后旁边的配合的人、照相的人要把这个东西物证在哪里，要记录一下，做一个定位，距离这个桶有多少厘米啊，在哪个方位啊，然后这个证据到时候是我们的笔录，还有我们的照片，还有我们的现场图要一一对应的。基本上提物证就是这个原则。这剩下的物证我就不提了，你们是吧？这尸体附近的，你们进来看一下，提一下。好，因为孩子时间比较紧张，从现在开始计时啊，15分钟。季姐，你拍我记录啊。行，各自做各自的工作。曹玉拿标吧，我记。烟头吧，拍了我再放，然后再拍。记一下，烟头离这个水泥管道14.5厘米。14.5。对。好的。这个鞋，鞋垫离水泥桶20厘米。20。痕迹。看到花纹样式的一个印记，疑似轮胎印。6。那我们进去观察一下，我进去观察。哎，这是什么的一个？师姐，你看看这个，这里口子有一个点燃的那个痕迹。我拍那块石头。慢点。那个石头也可以，烧着的。下面还有东西。装有不明黄色液体的饮料瓶，还有这个火机，来。还有6分钟，咱们先拍这个尸体。尸体全身呈现一种大面积的4级烧伤，也就是碳化。牙齿没有被烧毁的。你挂标尺吧，拍。手表。等一下，给个标尺。这里有血。那这样，我觉得咱们来先把男女先分完。比如说，你把女生都给我，男生放你那儿，后面我们再按年龄层次。没错。哦，相当于从这些失踪的人里面跟那个无名的人去对，看能不能对上某些特征，是吧？是的，就会抛去掉一些没必要的信息。像我这个褶皱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它是很相似，就年纪相仿，然后失踪日期一样，穿着一样，像这种我就66岁有好几个呢。不是，但他俩都穿了粉衣服，而且都是3月14号失踪的。但是你看，你想粉衣服这件事情，我们找到的是一个烧焦尸体，衣服不一定。但他可能会有布片儿之类的。也是。可以把尸体拿走了。行，你们这一组也可以同意他们把尸体偷走吗？可以。那来吧，往我这走吧，来。那我就转移过去了。我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来吧。
看看他穿的啥衣服的裤子。你看粉色上衣没错吧？黑色的裤子。这上衣什么款式的？是毛衫还是衬衣之类的？像是毛衣、毛衫。它就带领子还是带扣啊？带扣的，那算衬衣吧？衬衣算毛衬衣那种的。粉色，粉色，粉色开衫，粉色。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都标好了。我们得等一下他们那边的信息同步。一个，对对对。你标2号呗。还有24秒。有没有东西还要带走的？啊有，鞋和那个表。 6、5、衣服4、3、2、1 ，OK， 结束了。都拍了，都取了。大家把它放到无尘袋里面。好，我们过去吧。我拿吧，我就是一直在找那个助燃物是什么，我都没有看到那个瓶子。那瓶子在哪里的？木板下面。木板下面。嗯。来，回来，大家回来。大家初步印象，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肯定是被焚烧，面目全非是吧？嗯。烧的人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生源是不是要解决？这个无名尸体变成一个有名的尸体是非常重要的。好，当你们在对这个遗体做检查的时候，你要提供一点什么进一步的消息，我们觉得可以给你就给你。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如果说能够缩小到3到5个人之间，把理由说出来。接下来呢，你们就要回到我们原一个地方去做解剖，到解剖上还会发现情报。明白。所以，如果你早去，你可以提前获得有效的信息；输的更重要。你晚去，你可能信息就没用了。好，给你们20分钟。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呗，精准准确呗。来，我们来一个人跟他们对接。来，各位，你们来登记一下，关于他现在你们从他的尸体表面能获得的信息。上衣是这个，有这个偏粉色的吗？是的，粉色的上衣已经全部给你挑出来了。这个粉色是一个特征，它有的是粉色开衫，有的是粉色长袖，有的是粉色 T 恤，一共有8件，就是有8个人穿了粉的。然后它那个是一个针织衫，对。这个短袖的可以去除，短袖，这个可以去了。粉色卫衣，排了，这个怎么也跟卫衣没关系啊？先排列到一边。对，我就是把它们先放到一起。对。比较有信息的，我们先折一下，或者你打个星，画个星星。好。量一下身高吧，时长。可以量一下身高。就现场。需要知道身高，身高是多少？看他们俩。这个材料给你了。啊。谢谢。身高。 56，156，156。那他鞋子有多大？鞋子23。当时判断他的一个身份信息，我去进行了一个时长的身高测量，因为烧焦的尸体它有一个萎缩的状态。 但是也是几公分，如果量鞋的话，鞋的长度就可以证实他的这个身高，然后就断定类似于符合我们这些标准来寻找死者的身份信息。1米5左右，因为它这个烧伤的会有缩短的情况，就1米5左右吧。那1米65的可以去掉了，这个去掉，1米65去掉。1米65你先保留，先保留。那现在穿粉色的这几个都是1米5到1米65之间，都是吗？对。他是不是说是带扣粉色长袖？那就把粉色卫衣去掉，短袖不要了，粉色开衫，粉色长袖算不算？长袖留一个吧。留一个吧。5665和60，5665和60。我看看你上面有什么？年龄。一个16、18、67。
你们能够通过牙齿辨别年龄之类的吗？看尸表照片，看尸表照片。来，你一人。这个牙齿是有这个有磨损的，4颗牙齿脱落了。肯定是成人老年人了，老年人，岁数大了。确定一下性别。这个面部女士。那你拿那个快拿那个问一下老叔是不是那个人？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因为开山、年龄、身高。哎，不对，他是白发。我觉得挺像这个的，对，但你看它有一个智能手表，上面是有一个智能手表。哦，有可能。这个你先拿着。是的，156，是的，身高。手环可以捋一下，重点一下，对吧？这个也有手环，这个也有老人手环。这些是基本上不相干的了，放在这边了。现在重点是这几个哈，我再过一遍。这2个是有手，这几个是有手环的，这3个。对，这个太高了，这个太矮了。总体上是通过他身上的衣着和身长信息，智能手环最终锁定了大概3到5个人左右嘛。哎，不对，他是白发。你这烧了以后有可能是黑啊。不是啊，他如果是白发的话，烧起来也是黑的呀。都碳化了。啊，是有点像白发。嗯。快问一下是不是这个人？老师您看一下。是这一位吗？这我们哪个？奶奶85号。那我们依次问他5个嘛，最怀疑的这5个都给老师嘛？有理由吗？先是这个小点声说。过来，到这里面来吧。有理由吗？首先是他的衣着是一个粉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然后因为包的话，我们不确定他是什么情况下丢失的，或者是不是在现场，所以他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项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能排斥是不是这个人。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他有一个智能手环的手表在上，然后只有这些资料里面是提到智能手环这一点的。然后还有是他的身高，其实我觉得这张更符合一点，就这张是最符合的，是最符合市场的那个身高的。你们是怎么去怀疑这个人是？这个年龄的话，我们通过牙齿，牙齿的图片上可以看到它是有几颗已经脱落的牙齿的，对，而且那个牙齿已经完全是恒牙了，也不像是就是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其次就是它的头发，才会发现就是头发它虽然是烧焦过变黑了，但其实可以观察到有一丝是白的，可以通过这个推断它是岁数是比较大的。尸表的话，首先是这个面容和女性比较类似。老师，所以正确的是在这里面的是吗？对，确实是在这里面。对，那我把这个施工信息给你们。好。因为你们可以挑3到5个，如果说你们确认就是他，我不找别人了，也可以。那后面失败的结果我就不管了。我能看一下，先留着别的先看一下。好，我觉得现在可以确定这个事情。先把所有的年轻的排掉吧。年轻的排掉。看有没有啊？我们先走了。先走了。你们先走了，你看他们走了。走快点。啊，快点走。对。哎呀，就把所有粉色拿出来，我们先看。想想。还有没有情报可以做这个人身份的？那个颅骨没有，盆骨没有 ，DNA 有吗？刘老师，为了将人锁定的更加准确，所以我们要了 DNA 资料来进行比对。女，85号，没错，对啊，85号，那就还是我们直接前面那个了。第二任务来了，警方又有新的情报来了，所以你们助理团在这个地方。好，他们会把新的情报给你，你们找新老师去要。然后我带他们就回去，
做解剖，看看能不能发现进一步的线索。如果那边发现线索，你们或者有什么新的情况，可能电话直接就我们打视频，直接联系我。哦，那我们就开始往那边去。好，加油！好的好的，快跑快跑快跑！如果说那就是压力的话，这就是速度。好，出发，去解剖间。来，他们走了，就把新的东西交给你们。好，这个是被害者身份确定之后，我们去调查走访，然后获得一些目击者的询问笔录啊。好，谢谢。第一轮案情资料，人物介绍：我是放牛郎，今年50岁，我家里以种田为生。农闲时，我会亲自牵牛出去吃草，倒没听说过有个女的不见了。尤其是最近，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说最特别的，我牛丢了，算吗？他牛丢了。16号的晚上，我去牛圈，发现牛不见了，我就赶紧打手电筒去找。过程中发现乱石岗那里起了火星子，我远远望了一眼，没看见烧多高。就没在意，所以就继续找牛去了。当时差不多晚上11点出头，这大晚上烧东西，我印象还挺深刻的。至于脸生的人，我倒是看见了几个，有个年轻的小姑娘，有个中年的男人。放牛回来以后看见的老人家，好像他去米粉店吧，距离有点远，没大看清楚。好，那我这边是三轮车。人物介绍：我是三轮车，今年24岁，父母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平时忙得很，要去镇上进货，还要给客人送货，经常在路上跑。他的供词也直接指向了他看到了这个老人，他的背影往米粉店走了，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去了哪一家，所以咱们下一站要去搜索米粉店。米粉店，对，来吧。是这样的啊，这个地图，一同给你2份啊。然后你们俩1人1份。好嘞，你们可以用相机啊，什么东西，后面有工具，自己带一些合适的工具，然后在这边更多的搜证啊。那边有自行车，你们也可以，顺着路有点远。包括我提示你们一下一些监控啊，他们询问的一些经过的一些地方，看有没有他遗留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好，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好，没问题，好不好？麻烦您，秦老师，谢谢，谢谢秦老师。好，加油加油加油啊！谢谢，加油，谢谢警官。对，谢谢秦警官，谢谢。感觉可以出发了。按照刚刚的顺序，您肯定先走啊。对。好啦，那我先走喽。好的，拜拜。一会儿村里见，拜拜。这感觉这车不太行啊！哎呦。哎呦，这车咋这个声啊？走吧，小心啊！哇！我看有人专门练习这个运动，叫骑行。是。哎呀妈，这车！老汤头面馆，这就是吗？您好。您好。哎，你好，吃啥子？哎，这是米粉店吗？要得米粉店，要啥子？没有，我刚才在想，我说这个大哥是知道今天会上节目，特意做了头发吗？我就觉得不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里民风朴素，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头发这么拔着？他们说戴帽子，一会儿你再弄发型就会比较麻烦。你就是今天的嘉宾。对，我最近不是在云南那边种咖啡嘛，然后在路边又给你摘了一束花。
对，然后这个呢是给你炒的咖啡豆口味。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云南吗？不能跟你走。来吃一口，尝一下，尝一下。咖啡豆口味的米粉。谁给你弄的花？肯定不是你。当然。你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吗？我知道是探案，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案件。就是我们现在是2组人员在考核，我是帮2个女生，一个叫曲艺玲，一个叫向琴琴。然后呢，我们组就是回去解剖尸体去了，所以现在我是来帮他们搜证的。就你一个人？对啊，我就一个人啊。嗯。你是会加入我吗？我会加入你们队。真的吗？对。你跟我一组是吗？对。这个盒子里边有证据。哦，那我是第一个来的，是不是？对。里面有案件资料，有2份，那我都可以拿走是吗？对。那就是我们队先赚了1分哎。好的。哦，看见雨桐了，发现米粉店，找到了他的尸体，但是因为那边有人来了，是我。快把物证拿走。周雨桐在藏东西，物证在哪儿啊？周雨桐被我们当场抓获。这是要躲起来是吧？在哪儿啊？太慌张了，朋友。咦？大家好。这是我的好朋友白宇帆。Hello， 你好。他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嘉宾。Hello， 你好。你好。叫我小郭就好。你好，小郭，你好。雨帆、小齐，第一次见面没什么好表示的，送你个相机。谢谢。你少来。这是周雨桐上了落在现场的相机。我落在现场的相机。咱们要带着这个搜证啊！你自己第2骑自行车跑了，就奔着这个来了呗，是不是？那我也不能空手来啊。送你们点这个物证袋，这也是我的啊。是。你走的时候除了带走你自己，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对。有什么特征啊，或者之类的？我先来的。我知道是你先来的，你半天不念吗？你们先念，我先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呢。他们说这一片里边有一些什么证据啊？搜一搜。对，搜一搜，咱们搜一搜，对，多搜一搜。我是炒粉店老板娘，和老公开了个炒粉店。警察问我最近有什么人失踪，我表示没有。最近2天来了个老太太，吃了碗炒粉。老太太大概晚上6点左右来，说着电视剧里的普通话，文文气气的，像是城里的老太太。她背着个贴身小包，拎着个塑料袋，手上有手环，衣服是紫色的。什么是紫色的？老板娘是红色盲，看粉色是紫色，那是粉色的衣服没错。然后他吃药，吃了药就走了。装到袋里，装到咱们的袋里。我们应该搜什么样的东西呢？而且这里也没有人在，我们问谁呢？就是这里没有物证，现在只是收获了一份新的口供。对。就这一个药是吧？对，就找了一个药，我觉得你找得很好，你很棒。我觉得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儿的。白宇帆，我就找不着了，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好的。希望你们在他乡过得好。我们在他乡还可以，还挺好。行，你在他乡挺好就。我们在他乡挺好的。 OK。花还带着。带着吧。那你给我了，我不带着吗？我顺便看看旁边的小卖部。我也去看看，因为刚刚在之前前面笔录中提到过。我们也去。帅哥你好。哎。帅哥打听个事情。对我们来这里想问一下，前2天你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是下午有没有看到过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大概比她矮一些？看到前2天有一个老太太买过一个打火机。打火机。买打火机。哦。
他当时买打火机的时候只买打火机，没买别的。没买别的，没买别的。那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呢？往前面那个墓碑店那边走了。这个能看一眼吗？可以。老太太那个打火机的收据拍下来了，拍一张。巨神，开盒，我来，都别动，我来。你有2份。这几天，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个白发老奶奶，他还问我香火店在哪里。小齐，哎，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是记住他。然后我们先去墓碑店。谢谢大哥，祝您生意长虹，再见。走。去这里。小白，你跟着我走。你好，墓碑店，请问是啊，就在您这儿是吧？快点，白玉发。我想问一下，前2天是不是有一个白发的老奶奶来到过这里？那个人从这个方向走了。哦，往那儿走了。对。那他有没有跟你买什么东西？他是没有买什么东西，没买什么东西啊。然后这是问路。哦，问路，他问什么路？问的去哪里？他是去上坟。哦，要去上坟。对。那从您这儿买什么东西了吗？没买东西，我们做墓碑的。哎，您好，墓碑店在前面吗？大姐。这是墓碑店。哪儿啊？这儿。哦，对，这是墓碑店。好，谢谢您。这有信息箱啊。这里。收好。这里拿的。那个小白，拍照，你那个信息袋里有手机，拍照。你们怎么那么快呀？拜拜，朋友，奔跑吧。哎，等会儿香火店不在这儿。香火店在驾校对面。他来也太快了吧！我去看香火店，然后你直接去看监控器，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就 OK 吧？好吧？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上小芒 APP，1.54元得100元礼包，感谢小芒 APP 的大力支持。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走，让我们去解剖间啊，好，做尸体解剖。好，因为今天是个模拟解剖，所以我们今天就戴手套就可以了，不用穿这个防护服，好吗？好。现场因为环境不好，我们只说比较简单的尸表检验，所以呢，再把尸体运到解剖间，做详细的尸表和尸体解剖。所有的信息呢，你们在这里呢可以获得，但是我们整一个时间是只有15分钟。15分钟。需要信息的话呢，可以找我要啊。好。有重点的我就记。头部有创伤。曲姐，我这边看头部的话，它这里有个切下来5公分的一个创面。头部应该是有损伤的。是。老师，这个可以拍一下照片吗？可以。那我把这个拍一下，这个拍了具体看。这也是脑的，颅底，骨折。这边应该是，你看像个骨折吗？这个是骨头断断，这个也是骨头断断。是有点像是敲的。你这是哪呢？这是左手哈。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出血的地方，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胸腹哪段我分不清。头部。
第一组已经在里面了，他们集中在里面，他们看完了我们再进去看，所以时间还是很紧，快速判断。好，所以在现在我们进去之前，大致是怎么想的，你要做分工了。咱是先看生前烧死还是死后分尸？那么如果生前烧死的话，要看皮肤、眼睛、呼吸道、胃，那些是不是还不能确定？血一氧化碳浓度，大支气管、烟灰、碳沫，然后胃内看有没有碳沫。如果这些是阴性，那么呢，那就是死后分尸了，对吧？对，对吧？结合他体表的症状。4分钟。这个应该是肺部的这个碳沫沉着吧？是，看着应该拍一下，这个让拍一下。挺干净的。这是胃吧？胃底要看一下，胃底有无胃底有无那个碳沫沉着？胃底还要看有一个溃疡。是的。还有最后1分钟。最后1分钟哈。最后1分钟也不要耗嘛。好的，我想争取看2遍，有没有漏下的东西。上段的支气管刚刚拍了没？这感觉是被堵上了。头部这个创口有拍吗？我拍的是下面那张，上面这张也拍一下，因为它角度不一样。好，这张急性改变的拍一下，双肺拍一下，肺切面拍一下。这个不像是手那个3、2、1，好了，那我们就这个就结束了啊。好，那我们就到13楼会议室一起来讨论这个死亡的原因，以及死者最后的他的一个动向。你们2位先去把后一组叫进来。好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脚疼我去叫吧。好。刘涛。那个我们这边好了。好，我们要进场了，走，抓紧时间。走。哎，刘导，现在交给你们了，15分钟。我们不要15分钟了，我们要不了15分钟。那这个不是你说了算啊，他们说了算。在这里。好。这里好，你坐这。你们自己讨论了。像他的这个，看一下，仔细看一下那张照片。你觉得死因是什么？你的推断？我的推断是机械性窒息或损伤，但是定哪个我在中间是考虑的状态。死后的话，这边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机械性损伤。那么它的损伤应该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哪都骨折，肌肉有出血的，肌群，左手前臂这里是有骨折的。这是什么骨？肋骨吗？这是肋骨。他头上这个伤口应该是挺严重的，颅骨骨折了。致命的一个伤痕在头部。我们想要一下那个太阳血红蛋白浓度的那个检测报告。为啥要这个报告呢？因为它会提示是生前还是死后。死后的一个分尸。好，这是一个报告。它其他的那个常规毒物的那个筛查有吗？你们为啥要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它是不是之前有中毒的可能性。阴性的。太阳血红蛋白浓度不高。但它浓度挺低的，应该是死后分尸。我也觉得有这种倾向。现在你们有要什么信息的，可以提前告诉我。啊，血一氧化碳含量，老师。好。毒物分析有吗，老师？什么毒物分析？心血毒物分析。心血。对。一氧化碳，太阳血红蛋白浓度是38%。然后呢，心血是，查的乙醇和常见毒药物都是阴性，但是在烧死的一般是50%到70%，教科书上写，但是就是太阳血，对，但38%。他的肺
肺它那里有很多，就是那种灰尘、烟尘、汗、灰。还有一个肺外面也有很多灰尘的。气管内有灰尘，灰烬。太阳血红蛋白浓度是38%。肺有很多烟尘。气管内有灰烬。还有5分钟。这个是颅骨骨折。哪块？颅底也有，右颞处线性骨折。那个颅骨骨折我觉得挺严重的。对。颅底这个我看一眼，它不能是对冲伤吗？对冲撞到啊。那就小脑这里好像也是有出血的呀，还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然后内径肌出血。还有1分钟。还有啥有切片？完了。这些你看还缺啥吗？气管、肝、肺。那骨折你要记吧？就是那个小腿，皮下血肿也要记。把所有伤能记都记了。好，时间到。我们上3楼，到你们那办公室里面去。我们到这边来吧。你们现在抓紧时间，因为目前看你们已是在落后了，就在于你们要快速做决断。好的。死后分尸，呼吸道里面的碳末也不是很多。他的胃底没看见或少量的一个碳末和烟灰。看到还是没看到？有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解剖那个打开的时候，我给你看。有一点的。如果是生前烧死的话，它胃部很有概率会形成一种应激性的溃疡，然后在他身上没有抓到特别。我想看一下他的烟灰碳末是仅在口鼻部还是在大支气管内？它其实气管内碳末沉着不是很明显，然后那个热呼吸道作用，我觉得不是很典型。对，我就是看到他的整个解剖图片。我觉得这里对，就是这里，我就很疑惑的，就是这两边到达肺部的这两边，它的整个支气管下来，虽然说这里见少量的碳末，但是它往下就延伸到两边肺部的时候，这块就是没有完全打开，而且你看到没有，它的整个咽喉管它是比较干，没有水肿的，没有那种明显的生活反应，这样可能会推断延伸到它是死后的一个分尸，因为它很直接的，我觉得行。你先说，丑宇，来说出你的想法。我现在不能排除是外伤致死，其他的中毒那些，我暂时不考虑。现在只有一个异样，太阳血红是38。你看这有写死于这个火场的健康成人，这个太阳饱和度50到70甚至以上，但是幼儿和老人是可以稍低的。你要考虑到他是个老人。他体内的那些内脏器官没有多少符合就是烟灰中毒死亡的症状，可能就是在火场里死亡，然后正常吸入的呗，不是造成他死因，但是他的太阳血红还是会升高，对吧？毕竟是一个那个半封闭的管道。OK。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他那个热呼吸道综合征，就是他气管还有肺都是有很多那种颗粒物的灰尘，但他胃里面很干净。他胃里没有碳末，胃里不必有。如果你在火场里有吞咽动作，你才会有；如果没有吞咽动作，是不会有的。还有就是，如果他是生前烧死的话，他尸表体征那个睫毛症候跟那个眼角皱纹就那个鹅毛状的，我感觉没有看到。它上面全是土，咱们根本看不见，也没扒开，其实就完全就丢失了这一块。是你看到还是没看到那个睫毛那个事情？子聪，我就感觉一脸的土，我看第一眼我就觉得没看清。你们看了吗？我看了，就首先是那个鹅爪状的灰白色那个是没有的。但是我看到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沿着这个睑板的这块是有2条黑色的，它感觉像毛根一样的。我查一查具体怎么样。
你俩看，我下去拍。有点改变，我觉得他没有扒开。我看一眼。我再给你们确认一下。他给我发个这个，这个算鹅爪吗？哦，有的，是鹅爪吧？它目前的尸表体征和病理的大致都符合生前烧死的。梓潼，快！看到了吧？是有那个鹅爪的，对吧？就肯定可以，暂时可以把它定为是生前烧死，行不行？你们同意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也感觉是生前烧。这边有一个监控器，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2个地方我们需要查一下。就是说，奶奶从这个路向2个方向往那儿走，对，她监控一定会拍到。对。那个时候如果拍到的话，说明她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害。现在她的路线很清晰的。对，吃米粉，吃完米粉买了2块钱一个火鸡，完事儿呢从这儿问了路，然后去了香火店，买了一些金元宝和纸钱给老伴上坟。那 A 监控可能会拍到着火 ，B 监控现阶段没有和它的行程轨迹发生交接，那只有 C 监控是明确的记录了它从这儿到这儿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找的是 C 监控从哪儿看？对，从哪儿看呢？从哪儿看呢？从哪儿看呢？小白，你去把监控拍下来。这个是香火店的监控，稍微带一下旁边的东西。香火店的监控是 C 监控。好了，可以了。好，走。我们俩去找监控去。你说驾校要去看一下吗？驾校跟我们这儿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哎，那么驾校会不会有这样的线索消息？可以啊，去看一眼驾校吧。出发。走吧。会。监控就在前面。走。能看监控吗？这里？不知道，刚到这边。去问问呗。你好，有人吗？你好，没人。这能看监控是吧？没电脑里边也。哎，你们刚刚有发现什么吗？没有，就是这条线。那这监控去哪儿看呢？地图上有没有任何监控线索？让给到我们的点。哎，这有把刀，车后边有把刀。嘿，哦，磨刀不误砍柴工。然后还有件衣服。拍照。哇，小白你好厉害呀！小齐，哎，这有血渍，来拍照。拍照，小白拍照。这里也有，小白。小齐，这儿也有血迹。这儿。啊，轮胎上也有明显的血迹。这儿也有小白。刀上有土。是刀上有土，那肯定有问题啊。小齐，我认为那个血渍我们要取样，确认一下是不是死者的那个 DNA。没错，可以。我们去找监控吧。我现在觉得最重点的是监控，我们往前面去看看吧。
走。走。我要问一下，那个监控是从哪能看到？大哥，这附近监控我们去哪儿能看呀？您知道那个监控能从哪看吗？您好，监控怎么看呀？哎，大哥，麻烦问一下，这边这个监控您这儿能看吗？哪里可以看监控哦？大哥，去哪儿可以看监控啊？大哥。大哥一脸茫然。地图，白羽帆地图，你看，监控路牌。去哪儿能看呀？去哪儿看？这有一个监控，拍一张，拍一下，来，我帮你扶上。我怎么觉得这像人家家里装的监控呢？你好牛呀，白羽帆！监控，监控，快看！你咋那么厉害啊？你很厉害，你怎么做到的？这个一看就不太对，监控下边有电箱。拍出来，我帮你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给他们了？这样不太好吧？这不随你吗？要不还是放进去吧，让他们自己找吧。不然我们的队员在比赛，我们就给切题了也不太合适。放进去，放进去，他们能找到就是他们自己的福气。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打电话去汇报了？走吧。走。我们在这儿吧，在这儿打吧。我播了啊。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的新组员，我们的新组员白羽帆，你好。嗨，嗨，您好。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信息跟你说一下，来。我们搜集到了这个，在驾校那个地方，哎，物证是吧？嗯。有一个药，然后但是这个药，这个是在那个炒粉店、米粉店里边发现的。哎，跳呢？你先跟他打。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60多岁的奶奶，然后那个奶奶先去了米粉店，在米粉店的时候吃了药，然后她把那个药应该是落在了那个店里，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搜集到了啊，小白找到了这个。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又去了小卖部，说奶奶买了一个打火机，买完打火机之后，奶奶又去了香火店，买了一些祭拜烧的纸钱，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是来这祭拜谁。是的。有去他家里搜什么东西吗？没有老太太的家，太太是从城里过来的。她身上有没有现金？她背着一个贴身的小包，拎着一个塑料袋。你没有看到这个贴身小包是吧？我们没有看到贴身小包，哎。她的这个包，你说是烧尽了还是被抢走了？但是没有。好的。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重点哦。重点就是我们紧接着去了驾校，结果在驾校那里发现了一辆不明的车辆，车轮上面有血迹，不知道是谁停在那里的。好的，你把那个车轮的花纹拍一下，因为案发现场它有一个车轮印。对。好。然后我们现在收集到了一份这个监控表。哦，监控表。时间表。监控表应该目前就我们这队搜集到了。您知道那个监控能从哪看吗？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监控表。好的，那我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死后分尸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头部是有一个损伤的，可能是个钝器。雨桐是哪里啊？这不是吗？去看一下。你们在附近能不能找一下可能的致伤物？就比如说带血的石头啊，钝的东西，或者是车里有没有？好的。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场在哪。就是你们附近走访一下。他们来了。然后我们先把监控发给你，好吗？你们有什么线索吗？拜拜。
啊，对，给你们俩了，谢谢。怎么样？看完了？雨桐，没事，你吃吧，你吃吧。有，等。原来这就是看监控。啊，你怎么就来了呢？我找了半圈，我以为是看监控视频画面。雨桐，雪糕，给。我们4个好颓废啊。就是有点迷茫。我们去墓地那边看看。走啊。我给他指了路，我告诉他沿着这条路往村口走，看到一个路牌，往下一直走就到了。走，那就走了。上坡有点费劲哦。我们在走人生的上坡路。哎，前面有路牌。走，我们过去看一看。慢一点，慢一点。好，找到了，右手边。哦，他给爷爷，他在祭拜爷爷啊。是亡夫爷爷之墓。就是那个老奶奶来祭奠的亲人，买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这是谁的？元宝都在了。这是什么？哎，这是那个账本吗？被他们拿走了，巨晨。什么？那个本子被他们拿走了。账本。你给我拍一拍。给我拍一下。我们没戴手套，不能翻。给我拍一拍，他刚已经翻开了，被他拿走了。没戴手套。我还去拿相机了呢，他就顺手给拿了。我们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血渍啊或什么的，对吧？哇，我们的组长联系我们了。Hello， 队长。Hello。喂。哎，哥好。哎。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些证据，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勘探上面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好的，咱们现在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尸表解剖，还有这个病理学，咱们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就是他是生前被烧的。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是生前？我不是故意要听到的。我也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乔恩，我看了没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车轮的印记？车轮的印记。对，他在入场进入这个现场之前是有那个，您听得见吗？我能听见，我能听见。啊。那个在进入现场之前，它是确实有车轮的。那在这个尸体上面有没有？尸体上面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发现什么？被撞击过的，头皮血肿，多处骨折，里面脑出血。那个致命伤的话是不是刀伤？他如果哎，我一起听吧。想不想看账本？想，快想，赶紧的。那致命伤是头部的那个伤吗？我们在猜测最后的那个致命伤，但是他一定是受到了外伤。对，然后呢？而且我给你看一下，奶奶是要去墓地给爷爷悼念。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墓地的位置是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坡，很陡。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墓地的所在了。这是一个下坡，慢一点，坡还挺大的啊，极有可能产生危险。如果是这辆车，就很难造成刹车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得知另外一个线索，就是驾校里面有一辆车，上面有血渍，然后同时呢，在车上面发现了一把刀，是一把锐器，包括轮胎附近也有血渍。我已经帮你们拿取样本了，我觉得你们可以验证一下是不是奶奶的 DNA， 到时候方便你们去找到凶手。好的。行，那我们先过去了。谢谢哥哥。
感觉结合这个他们提供的这个案情，他头上那些外伤，包括那些肢体的骨质线都很多，就有可能是被车撞的。车撞小腿，正常吗？小腿，然后磕到脑袋，然后对冲。放牛郎在牵牛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有火星子，那就证明就在10点钟左右被焚烧。那么致死了之后，嫌疑人还会想要去焚尸的这个心理动机是毁坏证据、毁尸灭迹。那他这个直接死因是烧的还是这个外伤？那应该可能烧死概率大。我觉得他的机械性损伤是可以致死的，因为他的颅骨已经骨折了。5点半集中汇报。现在新的情况来了，有2份这个笔录。教练口供，学员撞人了，看到是一个老奶奶，我不敢相信她还能把尸体给烧了。我是学员，我们压根儿没烧尸体，天地良心。很矛盾的口供，到现在为止。只是把这个路拉开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经过我们的邢老师，现在要带着你们去做复勘。走吧。这是血迹吧？是。然后这个管子上有血迹。这里这么多。到这里，他们发现人还活着，就会心生歹念。我们现在是要启动一个终极考核了。在死因方面上面，我们3个人是有这个分歧的。我觉得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有2个。这个案子呢是个真实的案件，这个奶奶的儿子提供了一封信。热爱是从事一份事业到底的动力。我读了《法医秦明》这个系列的小说，第一次接触了法医这个职业。法医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给予案件破解的转机。法医学专业能够为生者言，为死者言，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未来可能会考虑去把计算机跟法医这2个方向去做一个学科的交叉。对于一个法医最好的诠释就是去通过一个尸体的检验来为社会的正义提供一些帮助。尸体不能说话，那我们就要成为这个替尸体说话的人，去解读尸体身上令人不知道的秘密，给死者以清白，给世人以真相。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名失语者所应该做到的。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时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